无论是童年看奥特曼的时候，还是看到电影当中哥斯拉从海底冒出来的情景，我都会想，假如这些巨型怪兽全部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地球上岂不是没有了人类的立足之地？然而在你们的认知范围内，一头怪兽最大能有多大的？在这之前，我讲过不少 Trevor 创造的泰坦生物，其实真的已经算很大很大的了。那么在恐怖艺术家的笔下，总会有一种是最庞大、最凶猛的。看到这个名字已经一目了然了吧？简单粗暴，没错，巨兽是所有泰坦生物当中最大的一种。从这张照片来看，它像是一副要冲破地球的样子，从山上钻出来。虽然露出的部分只是个脑袋，但是已经和高山一样高了，可想而知它的整体该有多大。根据数据，巨兽的高度大概为200公里，长度为500公里，重量则是天文数字。说实话，这些数字超出了我的想象，头脑里已经没有概念了。巨兽全身都有蛋白色的鳞片，看起来也有轻微的脱落。虽然云层遮住了巨兽的部分身体，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它的头部呈椭圆形，眼睛的大小正常，但似乎只有眼珠子，没有任何起到保护作用的眼皮之类的。而且它的眼睛漆黑，没有可见的视网膜，所以巨兽究竟是如何移动的还不得而知。其实脑袋部分最有特色。你看它的嘴巴里面长着许多锯齿状的牙齿，这一点倒是和鳄鱼比较相似。总的来说，巨兽的头部结构类似于鬣蜥，是一种像恐龙和鳄鱼的动物。既然看不到它的其他部位，那我们不妨想象一下，把鬣蜥放大、放大再放大，巨兽的整体就出现了。就算是 Trevor 后续还会创造出更大的巨人，巨兽的破坏力也必须是数一数二的，不然也对不起这个体格吧。即便是在它温顺的时候，也能轻而易举地蹂躏整座城市，比如引发12级大地震，摧毁世界上最高的山脉等等。除此以外，巨兽还有地下挖洞的能力，事先挖好隧道，可以使其快速的移动，最后冲出地面。如果想对付巨兽，那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了，因为它的鳞片可比鬣蜥的鳞片要坚硬得多，可以防止它受到大多数常规武器的伤害。即便是在它身上引爆炸弹，也不过是一个相当微不足道的伤口，可能差不多就像是被牙签戳一下吧。不过更令人闻风丧胆的就是巨兽的嘴巴，它可以咬穿任何已知的材料，要是惹怒了它，一张嘴就能吞下大规模的土地以及成千上万的人类。还有一点，巨兽和其他泰坦生物是相同的，那就是声音武器。巨兽的咆哮也可以造成严重的声波伤害，也是它的毁灭性武器之一。离得近的人们会直接导致内脏破裂而亡，就算离得远一点，也会造成永久耳聋。不过很有意思的是，这种生物竟然还有许多动物的特征，比如繁殖。还记得之前讲过的流浪者的信仰吗？它就是巨兽和其他巨人生物一起繁殖创造出的后代。其实关于巨兽的信息并不多，可能是 Trevor 想给他留一丝神秘。和其他泰坦宇宙的生物一样的是，巨兽不喜欢受到人类的打扰，它也是热衷于消灭不值得的人类，造成破坏。不过有一点很不同，巨兽竟然还有一个爱好，那就是喜欢睡觉。由于它经常出现在高山的地下，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它就是在下面睡觉，甚至是冬眠。难怪几乎没有什么巨兽的目击报告。当然了，看到还能活着也算是一个奇迹吧。其实巨兽这个名字并不是 Trevor 取的，这是粉丝参考了它的体型、力量和外观而给它命名的。后来 Trevor 也没有另外再给它取名字了，可能是出现了取名困难症。毕竟创造了这么多个巨人生物，想要取不一样的名字也是伤脑筋，就把这个任务交给粉丝们了。有人说巨兽是泰坦生物的统治者，其他所有生物都要听从他的指挥，其实是有这个可能性的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按照泰坦生物的设定，他们可能也不懂得去听从别人的指挥吧。来到地球之后，他们各有各的任务，唯一听从的可能就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召唤。还记得其他有触手的泰坦生物吗？他们还有个任务，就是挑选值得的人类带到天堂。恐怕泰坦队的最后计划就是先让其他的泰坦生物升天，巨兽则留在地球上消灭不值得的人类以及整个世界。其实话说回来，巨兽这个东西真的能在地球上藏起来吗？一个脑袋都要比珠穆朗玛峰还高了，还想着睡觉冬眠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哼唧哼唧爬上一座高山，突然听到了怪兽的声音，其实你踩的就是巨兽的脊背。哦，不对，你压根是爬不上去的，毕竟有几个人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。那从视频开头我就在想一个问题，这种规模的怪兽奥特曼能解决吗？小伙伴们可以在弹幕里讨论一下。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有这种对手了，多少有点废奥特曼。毕竟以奥特曼的身材，对于这种怪兽的量级，也像是奥特曼看我们的样子了。这些巨型生物还是只存在于 Trevor 自己的恐怖世界为好吧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
大家对于这个巨兽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那么如果你还知道更大的怪兽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。那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